luxury car market is experiencing a growth spurt. Today, as a leader in the pickup category, we believe we are going to disrupt the market with the launch of all-new Bolero Max pickup range. Sales have skyrocketed, driven by a younger, wealthier clientele. 在汽车产业普遍压住电动化的浪潮中，一家来自印度的汽车制造商却悄然发布了一项可能颠覆行业格局的创新产品。马亨达近期发布的商用车型，不仅让电动汽车生产商感到如坐针毡，更引发了整个行业对于当前发展方向的深刻反思。这款以压缩天然气为动力的产品，究竟是如何对这场电动革命构成潜在威胁的？全球汽车企业为何纷纷密切关注并深入解读马亨达这一大胆的战略举措？请跟随我们一同揭开这场颠覆性变革背后令人惊讶的真相。这场静悄悄的变革起源于印度广袤的内陆地区，在印度经济活跃的商业腹地，众多小型、微型企业正面临着不断攀升的燃油成本和相对薄弱的基础设施建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马亨达敏锐地捕捉到了特斯拉等电动汽车巨头完全忽略的市场机遇。当众多科技公司投入巨额资金，致力于构建服务于城市精英群体的充电网络时，马亨达却将目光聚焦于印度经济中那些默默奉献的群体，支撑国家运转的水果蔬菜供应商、快递配送员、小型运输业主以及广大农民。早在数十年前，当马亨达意识到印度市场需要能够应对各种严峻考验的耐用车型时，这家企业的征程便已开启。崎岖不平的道路、极端多变的气候、高负荷的货物运输以及有限的预算，是数百万辛勤印度人民的日常工作写照。正是这些现实因素，深刻地塑造了每一款马亨达汽车的特性，从传奇般的伯乐系列到坚固耐用的塔尔车型，无不体现出对这些实际需求的深刻理解。然而，近年来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转变，压缩天然气加气站的数量从2021年6月的3180座大幅增长，至2024年6月的6959座，悄然构建起一张比电动汽车充电网络覆盖更为广泛的基础设施网络。就在业界普遍热议电动汽车光明前景的同时，2024年上半年 CNG 汽车的销量却实现了高达 33% 的显著增长，总销量突破50万辆大关。马亨达的管理层在深入分析这些数据后，做出了一个令整个行业为之震惊的决定。他们没有随大流追逐电动汽车的热潮，反而选择加大对 CNG 技术的投入，但其创新方向却显得格外不同寻常。现在，让我们一同深入了解这款引发广泛关注的汽车，以及它为何让众多电动汽车公司感到担忧。隆重介绍马亨达 Bolero Max X 皮卡 HD 1.9 CNG， 这个名称或许听起来并不特别，但在商用汽车领域，它却代表着非凡的意义。这不仅仅是一款采用了不同燃料系统的皮卡车型，它是一套经过精心设计和打造的解决方案，精准地回应了印度劳动阶层最真实的需求，更将彻底颠覆我们对于替代燃料汽车的传统认知。博勒罗 Max X 皮卡 HD 1.9 CNG 搭载了一台动力强劲的 2.5 升涡轮增压 CNG 发动机，能够输出高达61千瓦的功率，并在1200到2200转非分钟的转速范围内爆发出同级别领先的220牛 M 的峰值扭矩。这样的动力表现，即使在严苛的重载运输条件下，也能确保车辆拥有卓越的性能。这些数据不仅仅是冷冰冰的技术参数，更是凝聚了马亨达多年来深入研究和洞察商用用户实际需求的成果体现。这款车型拥有高达1700公斤的最大载重能力，单次加注压缩天然气即可实现375到400公里的可观续航里程。然而，真正值得称赞的是，它被打造成为了一位值得信赖、永不失约的商业伙伴。与那些需要数小时充电且依赖零星分布充电设施的电动汽车不同，这款 CNG 皮卡仅需几分钟即可在遍布印度各地的数千座加气站完成燃料补给。对于每天需要多次往返进行货物配送的司机，或者需要将农产品及时运往市场的农民来说，几分钟与几小时的差异往往意味着盈利与亏损的分水岭。但真正的精妙之处在于，马亨达如何通过卓越的工程设计，成功克服了 CNG 技术的一些传统弱点。打破 CNG 固有印象的卓越工程，多年来 CNG 车辆一直背负着一些负面评价，例如动力不足、行驶缓慢，通常只适用于城市内的3轮车或小型轿车。马亨达的工程师们将打破这些固有的刻板印象视为一项重要的使命，决心打造出一款能够彻底颠覆人们认知的创新产品。这场技术革新的核心在于其先进的燃油管理系统。
传统的 CNG 车辆在动力输出方面常常表现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在车辆满载的情况下。马亨达通过自主研发一套精密的电子控制单元 ECU 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该系统能够实时优化燃油喷射的时机和空燃比，这意味着无论是满载爬坡还是空车高速行驶，这款发动机都能持续提供稳定且充足的动力。发动机本身堪称实用工程设计的典范。这款 2.5 升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性能完全可以媲美许多柴油发动机，同时却拥有更加清洁的排放表现。涡轮增压器的应用确保了即使在高海拔地区，发动机依然能够输出强劲的动力，这使得这款车型能够完美适应印度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这种工程设计的革命性之处在于其对每一个细节的极致追求，而这些细节往往是大多数汽车制造商所容易忽略的。进气歧管经过重新设计，采用了更大直径的管道，以确保压缩天然气能够更加顺畅地流入。发动机的压缩比经过了精确的校准，在保证发动机使用寿命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释放压缩天然气的能量。甚至连排气系统都配备了专门的热管理技术，以应对天然气独特的燃烧特性。然而动力性能仅仅是这款车型优势的一部分。马亨达在车辆的底盘和悬挂系统方面同样投入了巨大的精力。车辆采用了双层钢制车架结构，在提供卓越车身强度的同时，有效地控制了不必要的重量增加。后部的多片式钢板弹簧悬架系统能够根据车辆的载重情况自动进行调整，确保无论空载还是满载，车辆都能保持平稳舒适的行驶状态。制动系统也针对 CNG 车辆的工况进行了专门的调校，充分考虑了由于加气罐而带来的车辆重量分布变化。制动盘的尺寸相较于标准规格有所增大，能够在重载工况下提供更优异的散热性能。转向系统同样经过了细致的调校，即使在车辆满载的情况下，也能提供精准的操控感受。重新设计的转向几何结构有效地应对了车辆重心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数据不会说谎，而马亨达 CNG 皮卡的各项关键指标正让那些坚定的电动汽车支持者感到不安。让我们深入剖析一下这场变革背后所蕴含的经济逻辑。从车辆的购置成本来看， Bolero Max Spec UFAD 1.9 CNG 的定价为 111.9 万卢比，为中小型企业提供了一个经济实惠的选择。相比之下，同等规格的电动商用车的价格通常要高出 40%至 60%， 其成本优势显而易见。但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车辆的运营成本。目前印度多数城市的 CNG 价格大约在每公斤70到80卢比，而柴油的价格则维持在每升90减95卢比的水平。凭借这款车型出色的续航表现，其每日的燃料运行成本相较于柴油车型有了显著的降低。对于企业主而言，以下这些关键数据尤为重要。一辆普通的配送车辆每日平均行驶里程约为150到200公里，使用这款 CNG 皮卡，其日均燃油成本大约在800到1000卢比之间，而同等性能的柴油车则需要花费1200到1500卢比。按月计算，这意味着每月可以节省12000到15000卢比的运营成本，这笔可观的资金将直接增加企业主的利润。在车辆的维护成本方面， CNG 车型同样展现出了显著的优势。与柴油发动机相比， CNG 发动机通常拥有更长的保养周期和更少的易损运动部件。由于无需配备颗粒物过滤器、柴油机尾气处理液系统以及复杂的排放控制设备，车辆的故障概率也大大降低。但这款 CNG 皮卡最令人信服的优势，或许在于其在印度严苛环境下的实际可靠性。这是纯电动汽车的美好愿景难以企及的现实表现。当电动汽车制造商在充电设施完善的受控环境中展示其车辆时，马亨达的 CNG 皮卡却正在真实的充满挑战的印度道路上蓬勃发展。理论上的优势在这里遭遇了残酷的现实，而结果却令人瞩目。以一位名叫拉梅什的小商贩的日常生活为例，他每天往返于德里及其周边城镇运输货物。每天凌晨4点，他就开始装载新鲜蔬菜，准备运往早市。上午10点左右完成第一趟配送后，他需要为接下来的行程补充燃料。驾驶 CNG 皮卡时，他只需驶入任何一个 CNG 加气站，花费3到4分钟加满气，便可以继续他的工作。现在设想一下，如果拉梅什选择的是一辆电动汽车，每天清晨他首先需要担忧的就是电池的剩余电量。上午10点的短暂休息将变成在充电站等待2到3个小时的漫长充电过程，前提是能够找到一个正常运作的充电桩。
这些宝贵的时间损失直接转化为他收入的减少。一次加气即可行驶400公里的续航里程，意味着拉梅什无需在一天的工作中途花费额外的时间去补充燃料，可以更加高效地完成多次运输任务。坚固耐用的悬挂系统在坑洼不平的道路上行驶时表现得毫无怨言，强劲的发动机能够轻松地拖拽满载的货物，即使面对陡峭的坡路也毫不费力。最重要的是，相对简单的 CNG 系统意味着即使在偏远的小城镇也能够找到具备维修技能的技术人员。这种在现实使用中的可靠性和适应性，正是这款车型真正具有颠覆性的地方。电动汽车承诺的是未来的便利，而这款 CNG 皮卡提供的是当下的可靠性。最初为适应印度独特的市场条件而生的解决方案，如今正受到全球汽车公司的广泛研究。马亨达 CNG 战略的成功所产生的影响，远不止于新兴市场的商用汽车领域。相较于2024年的电动汽车 ，CNG 车型在成本、便利性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对大多数印度消费者而言都具有明显的优势。更低的初始购买成本、快速的燃料加注、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政府的支持政策，使得 CNG 轿车和卡车成为了极具吸引力的选择。这一深刻的洞察正在引发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具有相似发展条件的市场的共鸣。孟加拉国、斯里兰卡以及多个非洲国家正将 CNG 视为传统化石燃料与全面电气化之间一种切实可行的过渡性技术。印度市场的成功案例表明，即使在电动汽车基础设施尚未完善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推广 CNG 等替代燃料来启动减排和改善空气质量的进程。这种连锁效应正蔓延至一些意想不到的领域，例如巴西虽然拥有完善的甘蔗乙醇燃料基础设施，但也在积极探索将 CNG 作为其补充性的替代燃料战略。阿根廷凭借其丰富的天然气储量，正在深入研究马亨达在商用汽车领域的成功模式，以期发展其本土汽车工业，甚至在发达国家市场也开始关注这一趋势。意大利的商用汽车制造商面临着城市中心日益严格的减排压力，正积极探索将压缩天然气技术应用于城市配送车辆。德国汽车工业传统上专注于柴油发动机的效率，目前也在研究将压缩天然气作为一种过渡性的解决方案，以弥补在电动汽车基础设施完全普及之前的空白。国际汽车咨询机构正在将马亨达的成功模式作为新兴市场战略的典范进行研究。该公司已经证明，深入理解当地市场条件和客户需求，能够创造出全球汽车巨头往往会忽略的市场机遇。这促使许多欧美企业寻求与马亨达进行咨询合作，以了解其在印度市场取得成功的经验。欧洲的商用汽车制造商过去主要专注于柴油和电动两种选择，现在也开始探索将 CNG 技术纳入其针对新兴市场的战略规划中。一些企业甚至正在考虑与印度的汽车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获取相关的技术专长。这种技术转移正呈现出一种逆向流动的趋势，标志着全球汽车创新模式的重大转变。然而，这项战略能否真正取得成功，最终还是要取决于市场的反馈和用户的接受程度。市场颠覆的真实数据，马亨达 CNG 战略所产生的影响，可以通过具体的市场数据来量化呈现，而其所取得的成效令人瞩目。轻型商用皮卡卡车在印度 CNG 汽车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在2024年占据了大约41%的市场份额。这种市场主导地位清晰地反映出商用车买家对于燃料选择的认知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增长发生的时间节点在2024年，平均每售出一辆电动汽车就有 12.43 辆汽油、柴油、CNG 或混合动力汽车被售出。这表明，尽管电动汽车备受关注，但像 CNG 这样的实用型替代燃料正在市场上占据优势。在商用汽车领域，情况则更加引人注目。乘用车买家可能还会基于社会地位或技术特性来选择车辆，但商用车买家的决策则完全基于商业逻辑。他们正越来越多地选择 CNG 车型这一事实，清晰地传递出一个信号。在现实世界中，哪些解决方案才是真正行之有效的？印度各地的经销商反馈显示， CNG 皮卡已经成为他们销量增长最快的商用车型，订单持续积压，生产速度甚至难以满足市场需求。更重要的是，客户满意度评分也异常高涨，这表明这些车辆在日常使用中切实兑现了其所承诺的性能和可靠性。这种显著的市场成功正迫使传统的汽车制造商重新审视他们的战略和市场预测。
马恒达在 CNG 技术领域的成功，正在整个汽车行业掀起一场变革的浪潮，促使各方重新思考未来交通运输的途径。传统的柴油发动机制造商正竞相开发自己的 CNG 替代方案。那些曾经将压缩天然气视为一种过渡性技术的公司，如今正投入数百万美元用于相关的研发工作。信号已经非常清晰，市场迫切需要实用且经济实惠的替代方案。这些方案不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改造。电动汽车制造商，尤其是在商用汽车领域，正面临着对其价值主张的严峻挑战。当压缩天然气车辆能够提供相似的经济效益，且无需基础设施方面的担忧时，电动汽车所承诺的低运营成本优势便显得黯然失色。一些电动汽车企业甚至正在悄悄探索混合动力解决方案，将电力驱动系统与压缩天然气备用系统相结合。政府政策制定者也开始密切关注这一趋势。压缩天然气车辆的成功正在影响着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排放法规的决策。许多地区不再急于推行纯电动政策，而是开始考虑技术中立的解决方案，让市场本身来选择最佳的技术路线。政府决策者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趋势。CNG 车辆的成功正影响着基础设施投资决策和排放法规的制定。许多地区不再盲目地推行纯电动汽车政策，而是转为考虑技术中立的策略，让市场自主选择最适合的解决方案。国际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正积极调整其战略，以支持 CNG 技术的复兴浪潮。一些过去专注于电动汽车零部件的企业，现在也开始研发专门用于 CNG 汽车的技术和系统。马恒达在 CNG 技术领域的成功，本质上体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创新路径。大多数汽车企业通常从技术出发，寻找其潜在的应用场景，而马恒达则反其道而行之，从客户的实际痛点出发，逆向寻求解决方案。这种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深刻地影响着他们车辆开发的每一个决策环节。他们不问技术上能够实现什么，而是问用户在实际使用中真正需要什么。他们不追求那些华而不实的参数，而是更加注重日常使用的实用性。他们不将目光锁定在城市的早期用户群体，而是瞄准了广大的中产阶级劳动者。正是这种方法催生了一系列看似简单却影响深远的创新。更大容量的压缩天然气气瓶以延长车辆的续航里程，优化的燃油管理系统确保发动机动力输出的平稳和可靠，坚固耐用的车身结构能够经受住现实世界各种严苛条件的考验。亲民的定价策略完全符合商业运营的经济逻辑。最关键的是，马恒达深刻地认识到，向清洁交通的转型并非传统燃油车与电动汽车之间的非此即彼的选择。CNG 作为一种务实的中间方案，既能够降低车辆的排放，削减运营成本，又能够在现有基础设施的限制下顺利运行。这种理念已经形成了一个行业范本，其他企业正争相效仿。竞争反应与市场演变，马恒达 CNG 战略的成功引起了竞争对手的高度关注。市场的反应正在重塑商用汽车行业的格局。一些曾经将 CNG 视为过时技术的传统市场领导者，如今正积极开发自己的替代方案。作为马恒达在商用汽车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塔塔汽车已经加快了其 CNG 车型，包括涡轮增压 CNG 和 AMT CNG 动力总成等创新技术的研发和推广计划。其他国际汽车制造商也注意到了这一趋势。一些过去专注于为新兴市场开发纯电动商用车的公司，现在也开始着手研发压缩天然气版本的车型。部分企业正在探索与本土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以便快速进入这个不断增长的市场领域。来自竞争的压力正驱动着整个 CNG 生态系统的创新浪潮。燃料系统供应商正致力于研发更高效的零部件，发动机制造商则专注于提升发动机的动力输出和燃油效率。就连 CNG 基础设施建设企业也在积极扩建加气站网络，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这场竞争性的演变最终将通过更优质的产品、更丰富的选择以及更具竞争力的价格惠及广大的消费者，同时也进一步验证了马恒达当初所洞察并成功把握的市场机遇。马恒达 CNG 战略的成功不仅仅是一款或几款产品上市的胜利，更预示着汽车行业在向清洁交通技术转型的过程中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印度最大的乘用车制造商马鲁蒂铃木印度公司预测到2031财年，该公司销售的汽车中，预计15%减 20% 将是电动汽车，另有 25% 可能是混合动力汽车，其余将使用乙醇、压缩天然气和压缩沼气等燃料。这一预测清晰地表明，未来的交通方式将比许多人所设想的纯电动未来更加多样化。压缩天然气在商用汽车领域的成功有望逐步向其他细分市场渗透，乘用车消费者，尤其是在
价格敏感型市场正密切关注 CNG 车型所展现出的实用优势，这很可能促使整个汽车领域重新燃起对压缩天然气的兴趣。从政策层面来看，各国政府正逐渐认识到，强制推行某种特定的技术可能不如设定明确的排放目标，然后让市场力量来决定最优的解决方案更为有效。这种技术中立的策略既能够加速清洁能源替代方案的普及，又能有效地规避纯电动汽车战略所面临的基础设施瓶颈问题。全球层面的影响同样深远，全球范围内的新兴市场正面临着与印度相似的挑战：有限的基础设施、对价格高度敏感的消费者，以及对实用性交通解决方案的迫切需求。马亨达的成功经验为其他企业和国家提供了一个可以根据自身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和借鉴的路线图。纵观全局，不难发现，这个故事所代表的意义远超汽车创新本身。马亨达在压缩天然气汽车领域的成功，为我们提供了超越汽车行业的宝贵启示。当众多企业竞相追逐那些看似炫目的技术潮流时，马亨达却选择深耕那些立足于真实客户需求的实用解决方案，并最终获得了市场的回报。首要的启示在于市场时机的重要性。当整个行业都将目光投向电动汽车时，马亨达敏锐地洞察到其核心市场在基础设施和经济性方面存在的障碍，使得电动汽车在当下并非一个现实的选择。他们既没有停滞不前，也没有过度承诺于遥远的未来，而是推出了能够切实满足当前市场需求的解决方案。另一个关键在于其精准地把握了用户的真实需求。马亨达并没有预设所有的客户都渴望相同的创新，而是深入洞悉商用汽车买家更看重成本效益和可靠性，而非时尚潮流或先进技术，由此打造出了精准契合市场需求的定制化产品。其策略更彰显了战略性耐心的力量。在这个追求快速见效的时代，马亨达选择沉着推进，在将压缩天然气技术推向市场之前进行了全面的测试和优化。这种对实际性能的投入，使得其产品在上市后获得了显著的竞争优势。马亨达在压缩天然气领域的突破性进展证明，交通运输的未来不必完全遵循那些科技巨头所规划的单一道路，有时最具革命性的方法恰恰是最务实的解决方案。当电动汽车企业仍在承诺明日的解决方案时，马亨达正为那些有着真实需求的人们提供当下的答案。您如何看待这场正在发生的压缩天然气革命？这究竟是一种明智的过渡性策略，还是在延缓不可避免的电动化未来？欢迎在下方分享您的真知灼见。